如果你一路跟随前面的系列，已经开始尝试放弃那种被社会定义的正确人生，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变得轻松，反而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弹不得的状态，那这一集是专门为你录的。因为你现在的状态既不是迷惘，也不是堕落，更不是你在某种道德层面上的懒，你只是没有一套能跑得动的人生运作方式。大多数人的人生观念是，只要我目标够明确，意志力够强，我就能前进。但现实是，如果你试图在一个已经生锈的旧齿轮系统上强行装入一个大功率的引擎，除了冒烟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之外，你哪里也去不了。很多人都存在一个逻辑误区，以为只要想通了，人生自然就会像按下了开关一样动起来。于是你开始了疯狂的认知升级，你看书、听 podcast， 看各种深度分析影片，甚至做大量的自我反思。你确实理解了很多深奥的道理，你知道不必去迎合那些平庸的社会标准，你知道自律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丹。你甚至也看透了寻找自我其实是一个逻辑陷阱，可问题在于，你还是每天醒来感到极度的沉重与难以开始。这种卡住最令人崩溃的地方在于，你并非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是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动。当你剥离了那些虚假的社会期待，例如我要比同儕强，我要让父母骄傲之后，你原本的动力来源消失了。但新的属于你自己的动力来源还没有长出来，你就像一辆拔掉了加油管的赛车，虽然你现在想通了赛道的意义，但你的油箱是空的。这里有一个非常残酷且常常被成功学忽略的真相，人从来不是因为想清楚了才行动，而是因为有一套内在系统在支撑住他的行动。这套系统由3个核心组件构成，它们必须同时存在且协同工作。1. 我为什么要做？这是意义的确认。2. 我做了会发生什么？这是结果的预期。3. 如果没回馈，我还撑不撑得住？这是代价的承担能力。多数卡住的人，并非这3个组件都没有，而是这3个组件在你的脑袋里疯狂打架。你一边告诉自己，我不想再被外界定义了，我要追求真实的生命，但另一边，你那个旧的系统又在偷偷期待，如果我这样选，人生应该要比以前更好，更快见效，更被认可吧。这种内在的剧烈矛盾会耗尽你所有的心理能量，在旁人眼里，你只是坐在那里发呆、滑手机，看起来很懒，但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内心的系统正因为过载而处于濒临烧毁的边缘。当你陷入这种空转时，周围最常见的建议通常是：你是不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吧，去旅行，去放空。但你心里非常清楚，你不是没休息过。现实是，你休息的时候反而更焦虑。当你躺在沙发上，躲在被窝里时，你大脑里的审查官并没有下班，他在疯狂地质问你：你还要废多久？你这是在浪费生命。你的问题本质上不是能量不足，而是能量没有去处。如果你现在虽然疲累，但有一个你100%相信的方向，你是不会感到这种枯竭感的。正是因为你既没有一个真正相信的方向，又隐约觉得我不能就这样停着，这种进退两难的消耗才是最榨干人的。很多人以为自己卡住是因为没有目标，但其实你有，只是你不敢承认。你想要的目标其实并非多么宏大或伟大，你内心真正渴望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感觉。活着不是在硬撑，不是每天早上都要靠意志力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前进不是靠对抗，不是每天都要跟自己的懒惰和厌恶战斗。今天的努力跟明天有关系。你渴望看到某种连续性的积累，问题在于我们从来没有被教过，
人生不是靠想清楚来推进的，而是靠能不能被承载。当你的自我期待定得太大，例如我要立刻找到热爱，我要过自由的生活，而你的现实反馈却非常缓慢时，你的目标就不再是引导你的灯塔，而是变成了巨大的压力源，直接把你的系统压垮。我想对那些现在正感到无力的人说一句话：你现在动不了，不代表你不行。这只代表一件事，你过去20多年来用来应对世界的那套人生系统已经彻底坏掉了。坏掉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那套被社会、学校、家庭强行植入你的大脑，教你要有意义、要有方向、要走在正确路上的旧系统。当这套旧系统失效时，高认知的人就会陷入一种什么都懂，却什么都提不起劲的瘫痪状态。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新系列，我不会给你任何激励，也不会鼓励你更加努力，更不会叫你马上行动。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重新理解一个人在没有确定答案、没有明确奖励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活下去的。我们要建立的不是成功学，也不是精准的目标管理，而是一套不会把你榨钱的人生运作方式。如果你现在的人生正处于一种卡住、空转却又放不下的状态，请告诉自己，那不是你的问题，更不是因为你懒，你只是该换系统了。这一集只是系统更换的开始。这里是认知工坊，我们下集见。